今天这个景太漂亮了。因为你现在每天都见学生嘛，是。然后你看到这二位有什么感觉？大一，最多大二吧。实则毕业了，语言艺術家，實則一匹成熟的牛馬。客觀，上次見他大三，現在已經參加工作了。還真是，你從大三到這個職場中間，其實跨度挺大的。是的啊，劇烈變化。臨畢業的時候有過焦慮嗎？爆焦慮，哈哈，焦慮到睡不着覺。在快要找到工作的那一段時間，我一直沒有信兒，一直等不到信兒。我也不知道該咋辦，我就每天往學校圖書館跑。我其實是一個就大學4年啊，沒有怎麼去過圖書館的人。但是到快畢業的時候，我說我要去找一個讓心能定下來的地方，我就去每天看看書，就是讓自己靜下來，靜後佳音，佳音就來了。我現在有一種感覺，就是這個現在學生好像似乎說的不一定對啊，還缺少一門課，這門課就是適應社會的課。太有共鳴了，是嗎？是的，我是去年的6月畢業，我真的就是從今年過完年之後，我才感受自己哦，原來我生存的這個環境要這樣運行，我大概得要這麼走走路才行。這叫職場。這對，之前就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幹，不知道該施展手腳還是畏畏縮縮，就是怎麼也把握不好那個度。前半年會特別緊張，就覺得從學校裡面出來沒人教了，沒人帶了，沒有安全感。但是其實你不是參加了很多社會實踐，按說是這種過渡期應該會短一些。我之前參加比賽的時候感覺，其實參加比賽的時候我們還是主角，跟在大學裡一樣，他都希望你成長，你發光。但是在職場裡不是這樣，對，你是圍繞一個巨大的運行的機器，你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能總想着說我要成長啊，甚至會有領導說你總想着說我要在這兒得到教育。公司買你不是為了讓你在這受教育的，是的，會有這樣一個心態的轉變。我這幾年一直在錄一檔職場觀察類綜藝，正好就是聚焦這1個月，因為這個綜藝就是新人剛剛入職一個職場，在1個月的時間裡，在極其高壓的狀態下，為了那個 offer 去拼搏，所以那個身份的那種您剛才說的這個衝突非常非常明顯。這裡面有幾個，一個是最關鍵的一個人，我覺得是帶教導師。就如果碰到一個很好的手把手的帶教導師，那真的就是你進入這個職場以後，你會覺得面臨的有哪些難題？哎呀，我想說一個事兒是職場社交，就是像我們同期有很多人一起進來，然後我們一定都刷到過叫做不要在職場裡找朋友，這實際上很殘酷啊！你想每天的時間都在工作裡面，如果你不跟你相處的人，這些人相處得很好的話，很難受的。但是這些人裡呢，大家的畫像又不一樣，然後處的位置相對來說又在一個競爭的位置，這個時候。就很難，你也不知道是要跟他成為朋友，然後掏心窩子話又說到哪兒，有的時候也會經歷一些，比如說失望啊、失落呀。完了，我覺得真的是這個兩代人的想法完全，在我的概念裡邊，這個從來不是一個問題。都是被這些社交媒體害的，是吧？這些帖子呀，這些發的帖子，就那句話什麼職場不是你來交朋友的，對，絕對化傾向。情緒化傾向本身是流量天然青睞的，最後就只被這個聲音所覆蓋了，反而它成了一個金科玉律，這其實很荒謬。對，職場不是用來交朋友的，你不得先問問是什麼職場？你不問先是在哪兒的職場嘛？是什麼性質的職場？對。第二，你不得問問你跟你同期的那些人都是什麼樣的人嗎？我覺得不可能有一個進去的人，所有人都不適合交朋友。我覺得世上沒有這樣的環境。但有些人他就是給你工作上的往來，他無法跟你進一步，那你又為什麼非要呢？千萬不要用這種，就看一看笑一笑沒問題。不要拿它指導自己的生活。哎，劉銳，你們那個有沒有就是比如說進職場之前會專門去刷各種的社交媒體？我想看，但是我找不着，我真找不着和我的職場匹配的。就我的同事，他們都是我爹媽那個歲數了，就我跟他們相處，我也不知道應該咋辦，我就只能套用我跟我爹媽相處的模式去跟我的大齡同事們去相處。哪怕是再親的老師，他也是老師，我總不能像同齡人那樣沒大沒小，所以。職場要不教點這個，怎麼跟你的領導做朋友呢？算法會給你推。那我算到我是應屆生了，我秋招開始，從我實習開始就大量的這種的在推。然後還有一個詞叫職場發小，我一直在
追尋這個東西。這我第一次聽說職場發小。对，就是我們是同期校招生進來一家公司，經歷同樣的迷茫期，我們基本上發展節奏是一樣的。有的就是你幾句啊就感觉不是我的朋友，但有的人能夠打破那種我们心目当中对于职场社交的魔咒啊，因为社交媒体把它妖魔化了，还是有的人能让你看到真诚，看到爱。对，一定是。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青梅牛马。大家青梅牛马，特别学到了，青梅牛马。你有这样职场发小吗？我这么一想，还真有。因为我是2014年正式留校的，办的手续，跟我一起跑手续、跑人事部啊、盖章什么的，还有另外跟我同一年，但他是博士后，我是当时博士毕业留校，然后我们就彼此多分享，多分享着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现在是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哇！但是你会觉得更信赖，心里就是更亲近，大家可以开个玩笑啊，可以打混啊，插科啊，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你知道，就是这个在职场啊，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职场定律，对吧？就是年轻人经常会被受到一些这个教导，说进入职场要注意什么。那我们那一代就是到单位以后要勤快点，是吧？给人拖地，打扫卫生，給老師那倒上水。我不知道您敢不敢相信，我爸還是這一套的，說你去打掃打掃衛生，給領導接點開水。他在國企待慣了，他以為現在職場還是這樣，就是還是會要求我們有眼力見兒一點。他會覺得做這些細小的事兒能夠改變領導對你的認知。但市場化的機構，它還是更偏向於看你能不能解決市場上的問題。其實，在職場當中，它是一個多元的、一個很複雜的一個生態。但是當你能力沒有那麼強的時候，你的結果沒有那麼好的時候，如果是你的過程做得足夠好，然後你通過過程和他拉近關係，在這個時候有沒有可能對你有幫助？這是一定有的。我之前很多年前錄奇葩說的時候，有一次，當時是一個職場類話題的聊，我當時就說有8個字，其實在我剛入職場的時候，對我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其實到現在也是一樣，叫做人如水，做事如山。就做事的時候一定是要踏實、靠譜、安心。就這一點就是落地兒有印，然後出手有回聲。這無論是在哪個國企、私企、體制內、體制外，我覺得都是一個基本要求。那這樣時間一長，它會形成一種穩態的人格。這種靠譜人格是非常寶貴的。初入職場的話，如果所有人在一堆質疑聲裡，大家有一個工作要安排，第一時間我想，小張，就這一下，他給所有人留下了一個直覺印象，就是這件事交給他靠譜。它是一個複利的一個起點。那做人上，我的自己的感覺就是你可能需要更圓融和共情一點。其實我們剛才講的還是在這個職場面對很多的問題，但其實現在面臨更多的是對於學生畢業以後去找工作。你講講你的這個求職的經歷，怎麼那麼順呢？我跟陳明老師認識是大3。那是大3上，然後過完年之後進入大3下、大4上，那一年是我找工作、參加比賽非常煎熬的一個階段啊。又要完成自己的畢業的作品、畢業小片、畢業論文，還得要各地去投簡歷，投了很多的單位，都是傳統媒體，也想過要不要就全職做個自媒體博主就算了，就是內心有很多掙扎，現實有很多的考量，反正是挺難也挺痛苦的，最終。我的老師跟我說了一句話，就是劉正，經過這4年的打磨，你相信我的判斷，你是一個可以直接上場就用的人，你要找一個合適你的場就好了，就是然後我就心就定下來了，不是說我不好，只是我跟這個場不適配，是單位不好，不是我們不適配而已。我覺得我找完工作有一個特別大的困難，是我今天抱着這個問題來問2位老師的，我學的專業和單位需要我釋放的能力有的時候不匹配。我本來是學播音、學鏡前表達的，但是要我做的活，採編播剪全都會。而且我短視頻 OK 啊，但是你要讓我做20分鐘紀錄片長視頻的導演，對我來說真的很困難。但是就得在短期內全部把這個東西學會，趕鴨子上架，特別痛苦。專業老師在呢，給解答解答。對啊，硬學，硬學。在這兒做一點廣告，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培養的是採編播導一體化、專業型、全方位、複合性國際化。中傳播學院也是啊，北大也是，也是啦，沒錯了。對是。但是我很理解你的痛苦，這個痛苦一定會越來越常見。
而且在未来可供看，就我们在看我们节目，可能有很年轻的朋友，他们还在高校里学習，然後即將要進入職場，幾乎已經是個必然趨勢，尤其是我們傳媒這個行業一定如此。專業教育的大綱制定、教材選擇的滯後性已經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因為它本質上是跟這個社會、這個行業向前進步的速度有關。這個社會的巨輪向前，現在已經是8倍速快進了吧？我覺得，我們現在你說現在的媒體啊，用4年前的教材，這就很荒謬了。但是最快的教學大綱的調整是4年一次，因為你得等這一屆學生畢業啊，所以就是推到極限也是跟不上市場行情的需求的，硬學。而且在這個 AI 的時代，再次按了加速鍵。而且這次是密的加速，那接下來就是幾乎成為常態，它就幾乎給所有的學子都是一樣，就是你在高校裡學的東西，你要覺得你要有1半以上能夠在職場裡用上，那已經是求神拜佛了，那就是而且還有不是說你老師給你的這個新的技能學完了，你覺得把它拉起來了，你就放心了，一直硬學，這聽起來有點悲傷了。對我甚至是這是幾年前聽過的一段話，我記憶猶新。因為那個時候他說現在出現的很多的工種，在10年前是沒有的。那麼現在就等於是老師在教你10年後不知道有什麼用的東西，然後呢，你是在學着10年後不知道還有沒有的技術，在解決10年後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問題。這聽起來很繞。對，但是很真理，就是這樣。我們曾經覺得進大學學一個專業，然後找一份工作，月初的時候領一份固定的薪水，這時代也要翻篇，也要翻篇了。就是那個學4年用30年的這個模式已經不存在了，未來就是更新學用，更新學用，更新學用。你要保持充分的飢渴和充分的，就如果你要問我現在大學，我覺得最要教的是什麼？就像您剛才說的，10年以後的都用不上，那我們教什麼呢？我們當大學老師教什麼呢？我要想在課堂上給大家教的是學的能力。對，所以今天講邏輯嘛，沒錯，攝取新知的能力，你思維這些問題的方法，你不斷的從表象到本質的方法，你去結構化處理問題的方法，你去不斷輸出，然後輸出一個結論方法，它是永恆的，它不由你面臨的具體場景的變化而改變。所以你該怎麼去快速的學習一個新的技能，這個能力是大學最應該具備的。雖然說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不容易和壓力，但是我怎麼覺得這一代尤其不容易？是，我不知道是因為社交媒體全推給我的，還是真實的就是真的就是這樣，就是這一代，尤其是近2-3年，就是這樣。為什麼？一方面大的總體宏觀結構放緩了呀，所以這個電梯整體往上走速度就變慢了，然後就孩子們面臨的這種技術或者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和挑戰的頻率太快了，太快了，而且我有一個擔憂，這個擔憂我尤其是近2年就隨着 AI 的浪潮尤其的感受到了，但是我覺得這個擔憂真正的那個惡果還沒有展現出來，可能10年左右，但是正好是跟着這年輕一代是息息相關的，各行各業的基礎性工作，接下來會快速被 AI 取代。對，比如說律師哈，那新手律師那些案件整理啊、文獻綜述啊這些工作，它全部覆蓋，包括大夫，對，醫生所有需要經驗累積的都是如此。好，那接下來如果按 AI 現在的速度，大概2到3年、3到5年，其實我們是不需要從工作年限為0到工作年限為10。這個一代人的，是不需要的，因為這一代人正好是被替代的。但是10到20、20到30是需要的。那牛的醫生、牛的律師，對，他們需要。頂尖的，沒錯。好，那結果呢？然後同時 AI 便宜，只要 AI 的使用的價格高過了一個實習生的平均工資，那實習生就不需要招了。事實上已經在發生了，硅谷或者東西海岸的那種裁員，全部裁的是基層，而且一裁40%，一裁完股票漲，就是資本是鼓勵這種行為的。好，那。首先年輕人壓力大嘛，就更難找工作了嘛，因為0到10正好是他們。但我在擔心的是更恐怖的一件事，就是20年以後的那個高經驗人從哪裡來呢？对，就是這個梯子被撤了。我們人類的這種經驗結構其實都是10年、20年、30年累積來的。你現在至少要有1000個實習生，然後進到0到10年，裡面會有100個人特別優秀，進入到10到20年，然後還有10個人極其傑出，然後他們來書寫新的範式和意義。現在你把這1000個人都不用招了。好，那10年以後就沒有人成長到中級和高級的這種能力的勞動者，然後你就只能逼着 AI 進化，就是說，那你現在必須把我10到20年的工作也幹了。我覺得大概率 AI 是可以的。對，美國那邊有一篇文章嘛，就是一出以後，然後這個引的這個股票大跌，就是當這個 AI 發展一定程度以後呢，你公司裡邊相當多的職位都可以用 AI 來取代。
他考慮就是我減少人，就是少雇員工，然後呢我就養 AI 就行了，然後呢，但是呢問题在于，当这批人都没有工作以后呢，他们就没有消費。没有消费，这个社會的整個的經濟運轉就停滯，是停滯以後呢，搞得他的這個收入也少了，於是我只能逼着公司呢，我聘請更少的人，我用更多的 AI，就是個惡性循環，資本化空轉。其實還有第三個維度和面向的擔憂是，他們找不到工作的社會穩定性的擔憂，它所引起的更多的，其實美國現在的基層已經能看出來了，可能。有相當多的今天的孩子啊，他說我想不到那一步，比如說要有匠人精神，可能你這個建校啊是需要10年時間，可是呢，這個話放在今天，我覺得很多年輕人啊，他不是不愛聽，他是我沒有時間等，因為我這個月就要面臨着我要交房租，我要生活這個水電那個各種費用，我怎麼辦？然後呢，所以我就要每天我盯的就是眼前當下。而且甚至是這麼說，就是你能把眼前當下能盯好的，已經是不錯的。是的，有生存焦慮的人，你還要求他長期主義。對，長期主義是個奢侈似乎是不是今天面臨一個難題？常態，這就是常態。就剛才說是長期主義是奢侈品，可能更普遍一點的擔憂，在求職的問題上。我自己的感覺，因為我們自己也有小工作室，然後我們很多時候也會招聘，有這個問題就是就是每個人是活在一個進行時態當中，其實越來越少的人會活在未來時裡，當下的工作，當下的完成，及時的反饋，然後所有的需要累積和需要事先付出，然後長久有回報的事兒，都會被他們往後排，這確實是這一代年輕人一個巨大的表現，而且這不僅僅體現在職場上，我覺得在親密關係，友情、愛情很多方面都折射出這樣的一個價值變化，但是這一代年輕人，他確實會活得更率性，然後自我當下。輕盈，我覺得也有關係。如果用我們傳統的角度來講呢，我也會有擔憂，但我有時候也會在想，這種我自己的這種擔憂是不是有些爹味兒了？就是他們是不是我們年輕時候最羨慕的樣子，活得很自我，就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後及時回饋。我想去滑雪了，我就去滑，然後多少錢也都花完了，我無所謂，我就去。現在好多年輕人真的就是這樣，是的。然後愛什麼的時候就把錢全都花在上面，你知道他喜歡滑雪，他大幾他買空，他沒關係，但是。平時不怎麼感興趣的東西，他就趕最便宜的來，他天天吃泡麵都行。就是他那種就是為愛燃燒啊，會表現得特別的極致。對，包括精致窮是吧？也有這個詞兒，也是現在年輕人的一個心態。是的啊，這就是一種社會的思潮的轉變。因為你剛才講了，說今天的年輕人是我們當年最羨慕的狀態。我說一說我們那個時候經歷的啊，有可能是今天年輕人羨慕的狀態。其實那個時候我更大的可能性是要進到一個企業廠礦去上班，因為我的父母就在那邊上班。你上學就是在那個企業的學校上學，然後呢，你將來你的工作一定也是進入到那個地方工作，然後沒有任何的懸念。但是我們那個時候會覺得說，尤其是到我們這一代是第一次有一種自我意識，是我要一輩子就這樣的嗎？我每天的狀態是一樣的，那麼我就不想要每天的狀態，就是我一眼望到頭，我覺得生活太穩定，這個詞對，太穩定，但是。他有這個同感，就是我們在那個時候，如果說認為這個太穩定，好像不是一個特別好的一個形容，所以才有下海潮啊，才有什麼那種啊。但是這個話放到今天年輕人身上，他會羨慕，他說：“哎呦，多想有一個穩定的找工作。”人這個物種就是有這個就羨慕沒有的，沒有這個就羨慕這個，就是這樣。對，人就跟吃西餐一樣。每個人只能點一套，但是你看隔壁桌人就是開的好吃。我覺得他那套套餐不知道為啥，他就沒那麼好吃。就比如我就覺得那個西紅柿比較好吃一點。它始終有鬆弛感。每隔幾年就會有一個叫考公、考研、考編、考選調，就是這個考公熱。對。然後在最近幾年，它都是成為熱詞，在這裡面就能看到一個社會的風向了，或者說這個大海下面洋流的走向了。它一定有幾年是大廠熱、考公熱、大廠熱、考公熱。就是高薪吸引人，穩定吸引人，高薪吸引人，穩定吸引人，就為啥呢？就是因為收穫和代價，高薪刺激嘛，那代價是變動，穩定，但是穩定嘛，代價沒那麼自由，以及沒那麼高薪啊，那你要怎麼選呢？他們那每個時代最缺的那個，他就在前面吸引你，然後把整個洋流擺到一邊，我覺得社會就是個大擺錘。所以現在年輕人不用太焦慮，現在覺得好不穩定，我們要去穩定，近2-3年考公的就是來就要上岸的，就這種就
非常非常多。那5年呢？5年之後还是这样吗？我不觉得是。那很有可能整个技术迎来下一波突变，比如說具身智能跟 AI 的一個結合，開啟一個全新市場，讓 AI 走動起來。馬上你看那個時候我們探討的就是大廠熱了。我感覺現在年輕人可能更多的，比如說我自己秋招吧，你感受到一個東西叫做可能性的坍縮，然後進入職場之後是意義性的坍縮。然後剛才您說是有一部分人可能他有生存焦慮，沒辦法去想自己的職業規劃。好，我屬於狀態比較好的，我沒有生存焦慮。規劃了沒用，因為上面的人已經結構非常穩固，他不太有年輕人能夠突破這個結構的空間。這是一個新的問題。固化的問題，對，是的，現在所有的大廠都有這種問題，是的，大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了。我這兩天在研究一個離職模型，就說你在這裡面的環境和待遇啊，就這一系列的東西，然後正向相關什麼呢？一個是工作滿意度，然後呢，有一個相關變量就是其他工作機會。如果你沒有選擇的空間呢，你是不是就只能留在這裡？我覺得現在大部分年輕人面臨的是這樣的問題。我們這一代那個忍耐力很強的，80後，對，就不會走的。真的嗎？對啊。為什麼呢？問得好，好問題啊！為什麼呢？如果同樣的這個薪資，同樣的崗位，他就不讓你忍受這些，為什麼不換去？所以就是代差嘛。就是我們那代，我覺得根本原因是在於咱們成長起來的階段的時候，機會沒有那麼多。因為你們現在在這個階段，你們面臨的機會多。我不認可。我要跟您說的現實是，我們現在新聞找專業啊，你不是播音的，你都沒有辦法報這個崗。你說我是學新聞的，你說大家是不是都一體化了，都能幹，但是報不了，對不起。所以我會覺得我們這一代人，你的可能性是在坍縮的。反而覺得這一代人可能性在坍縮。是的呀，可替補的選項有限。您看，在經濟逐漸發展過程當中，它一定是經濟體越做越大，對不對？它是不是需要更多的人？但是像現在，它沒有那麼多增長的空間了，是不是？它更傾向於招一個有特別多經驗的、上手就能幹活的。這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剝奪了那些沒有經驗但有能力想去試一試的人的機會？你要知道，現在找工作，現在都要非常垂直的、資深的經驗，恨不得你23歲有20年的經驗。你說的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就直接給變倒了，就是如果你在這兒很不開心，又被 PUA 了，那有一個不錯的崗位在那兒等着你，幹嘛不呢？對，就年輕人現在的就年輕一代的其實想法就是幹嘛不呢？這一點上我們可能有代差，稍微有點差別，我說不上來，但是就是在我們那個時代，80後啊，忠誠是個褒義詞。現在這個時代，就我覺得還獎勵忠誠嗎？對，就是那忠誠本身還是個褒義詞嘛，或者說它還是個，它還有那種光嘛。這種有光嗎？不好說。但我們必須得說，現在年輕人，我的觀點，年輕人不受這些約束，能夠自由的躍動，在我看來是往前進的一個態勢。所以也面臨一個問題啊，就是比如說年輕人就業的時候，到底是選一個相對來說小一點的這個企業，然後但是比如說它是一個初創型的，然後自己在那兒有更多的發揮空間，還是說我第一步先跳到一個大廠大平台，給你的空間會有限，但是它的資源好。如果我們自己的畢業生，就今年應屆，然後要來問我這個問題，我會更建議他先去一個大廠，對，先去一個大廠，對，見一見，看一看，學一學，因為這是沉澱下來的，是的，一套穩定的結構。這個結構一定有它的弊病，但是它既然它那麼大的船浮在海面上，它裡面的這個結構難道不值得你學習一下嗎？是的，不需要你全盤吸收。然後如果你接下來發現你還是一個熱衷於挑戰和變化，然後有不斷的新的事物來，你充滿了昂揚的鬥志，而不是焦慮，那麼跳到一個初創的小企業，成為一個骨幹，跟他一起成長，幹上市，我覺得這是最佳路徑。我剛才可能更多是指媒體相關，如果是更多就工業製造，那土木工程，那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對，是。我相信就現在看咱們節目的很多朋友，他也不是說手裡面就一個 offer 都沒有，他可能也會有一些選擇。我真的覺得有一個先去試試，心裡面至少當下也能安心一點。千金難買人心安，你先安心那麼一段時間，騎驢找馬，你可以再去換嘛。所以你知道，就是比如說啊，就是生活同樣的一套狀態哈，然後呢，我是一個安於現狀的人，就是我今天比如說咱們4個坐在這個草地上的這種狀態，我就想，
永遠這樣有多好。我現在之所以有，是我意識到，我今天有這個，可能明天就没有。好悲觀主義。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有類似的那種看法嗎？啊，我不沒有。你永遠是明天會更好。我是覺得，就悲觀主義永遠正確，但是樂觀主義永遠往前走嘛，永遠前行嘛。所以我更願意相信明天會更好。輕輕敲響沉睡的心靈。我問你會有悲觀嗎？我們今天正式錄之前，姐還問我，就是你想幹多長時間？我還是脫口而出5年10年，就是我會覺得能夠在一個行業裡面深耕下去，哪怕我現在有很強烈的生長痛，但是如果真的能幹到那個時間的話，我會對自己有褒獎的，我會認可自己。就是再痛或者是再難過，悲觀樂觀也好，先咬牙走下去再說吧。